你在和管家聊天的时候，他把箱子往桌上一砸，这里有100万，离开游戏小姐。好嘞，点钱的时候你是真的开心啊，这不是钱，这是熨斗，能熨平生活的褶皱。管家一脸嫌弃，你才18岁，为什么要沦落到出来卖呢？你叹口气，好赌的爸，酗酒的妈，生病的妹妹和破碎的我，为了攒钱上大学，我还能干嘛呢？而且我纠正你一点，当舔狗不算卖，这叫提供情绪价值。没错，你是一个职业舔狗，客户们都是富婆，而你的工作内容就是负责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，例如陪伴、聊天，又或者是扮演有名无实的老公帮忙带娃。是的，有些人免费当舔狗，但你是别人花钱请你当舔狗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我之后就不用再做姚小姐的舔狗啦？管家点点头，没错，快考试了，老板打算加强对姚小姐的保护，这100万是补偿你的。没错，2年半之前，姚老板的女儿姚希进入学校后，因为太过美貌，受到了大量骚扰，一时间谣言四起。为了防止自家女儿被偷偷排挤，萧凡这个名字就进入了他的视线。练过武术，家境贫寒，学习不错。于是当他找上你的时候，本以为要好好做思想工作，但没想到你一上来就是姚老板，请看这个舔狗套餐，专业出卖，情绪价值包你满意。2人一拍即合之后，你就成了在姚校花的冷漠下还不退缩，坚持对他好，无底线无自尊的舔狗。但事情在昨天出现了转机，一个外销的混混头子带人围了大小姐，强迫他同意，为了保护客户，你光荣挂彩，然后就在今天接到了终止交易的通知。不过无所谓，又不止这一个客户。管家一脸无语，这小子真他妈掉钱眼里了，钱是你爹吗？临走前想起了老板的嘱咐，最后问了句：“你喜欢过姚希小姐吗？”回过头呵呵一笑：“喜欢啊，我喜欢我的每一个客户，大家都是我的财神爷。拜拜，下次生意再来找我哦。”大门关上，管家叹了口气，难怪老板不担心这小子跟小姐日久生情，在20的年纪就要靠这种出卖情绪的方法赚钱，所有行为都被明码标价，也不允许拥有自己的感情，你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？另一头，你掏出小本本，毫不留情划掉“姚希”这2个字，后面写下“一结清”。算一下时间，周一到周五白天去学校找姚希，晚上去璇姐姐家当她老公，周六周日去分批公孙教授家里打架。得，现在周一到周五的白天空出来了，得再找几个客户了。突然，一辆迈巴赫在眼前刹车，车窗摇下，驾驶室的女人表情冷酷又高傲，手指不耐烦地点着车筐。听到声音，你抬头又看了看日历，哦，好吧，今天是周六。呵呵一笑，公孙教授见到你真开心。没错，客户之2公孙雅柔，知名教授，性格强势，胜负欲极强，最关键的是家里巨有钱。找上你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恨。早年他的婚约对象在结婚前跑出国，说要去找真爱，直接给他气疯了。从小到大，他什么事都要赢，没想到就在他的感情上迎来了失败。而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跟婚约对象长得很像的你。舔狗套餐，替身业务也可以接，了解一下。于是乎，契约成立。之后的日子就是他一边羞辱你，让自己心里痛快，一边让你说爱他，以此证明自己的人生从来没有失败过。好吧，精神胜利法。不过也无所谓 ，Who care？ 有钱赚就行。上车后，他一把掐住你的脸，你很得意吗？是不是以为能拿捏我了？说的好听点，你是职业舔狗，给我提供情绪价值；说难听点，你就是个出来卖的。说完这话，松开手，从容的想要欣赏这家伙破碎的表情，可1秒、2秒，这家伙居然在微笑。哎，不愧是教授，素质有待降低。以前去垃圾桶捡吃的，什么恶毒话没听过？拿出一张圣经，我在外面待的有点久，出汗了，你摸到我的脸，拿这个擦擦手吧。公孙雅柔忽然笑了，嘲讽道：“你还真是够贱的。”你微微一笑，牵起来，一根一根的给他擦手。公孙雅柔很喜欢你用这张脸做低眉顺眼的表情，可过了2秒，够了，一把甩开。公孙教授，这擦手都在上面嘛，心里狂笑，嘿嘿，死疯批，不好意思了吧？他瞪了你一眼，闭嘴。你点点头，在自己嘴前一拉，你是客户，你说了算。毕竟他可太大方了，赔过周末1次5万，1个月就是20万。公孙雅柔看了一眼你脸上的伤，跟人打架了，你也摇头，那就是你单方面挨打了，还是摇头。用力按下喇叭，不耐烦道：“你哑巴啦！”指了指自己的嘴，他顿时没火了。行，我允许你说话。他就喜欢这小子乖巧的样子，就算是个贪财的小混蛋又怎么样？在自己面前还不是只能撒娇卖乖吗？你说道：“我走在路上，发现一群混混在欺负人，我要去阻止，所以受伤了。”他有些惊讶，这小子爱财如命，不对呀，一挑眉，陌生人还是亲妹妹？女人的第6感真是可怕呀！不过敢在女人面前提另外一个女人，不亚于口咬打火机。低眉垂目道：“哎，
是同班同学，我本来不想去的，可得去混混太吓人了，我怕闹出来人命。抱歉，我下次一定注意，不会再伤到这张脸了。澄清关系，解释过程，真诚道歉，一套丝滑小连招下来，给公孙雅柔都整愧疚了。但软话是肯定不能说的，于是拿起手机给你转了1万块，买点好药，不许再伤到这张脸。你咬紧牙关，忍着不笑出来，可怜巴巴道：“你不怪我吗，公孙教授？”他被听得有点不自然，脖子慢慢发红，有点惊讶，这死疯批居然这么纯情，这才哪到哪了就红温了。他也察觉到，一皱眉：“你卖给了我，就要遵守约定，而你的脸受伤了，破坏了约定，所以你要接受惩罚。”画面一转，别墅内，公孙雅柔丢来一个奢侈品袋子，换上这个，打开一看，居然是女服装。哦，你有意见？没意见，你是老板，完全 OK， 没意见就好。拿出一个教鞭，虚空挥舞了一下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惩罚时间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惩罚时间过后，因为喝了些酒，大教授已经累得靠在椅子上了。你叹口气，又长期被周围人寄予厚望，所有人都说他该成功，必须成功，所以婚约对象的逃跑才给了他完美的人生重重一击。客观来看，这其实没啥，人又不是钞票，能让所有人喜欢。可大教授就是过不去心里这坎儿，不过也无所谓。他才不需要我的同情，工人心疼资本家，那才是现在不行。但仔细看看，大疯批是真的很好看。哎，你说你睡着的时候这么乖，怎么醒着的时候这么凶？走过去，手穿过小腿，抱起来走向浴室，替客户善后，也是职业舔狗的专业素养之一。放进浴缸，让主持离去，却被拉住了。洗澡，给我洗。你叹气，你确定吗？难问，给我洗澡。行吧，只能认命擦洗呗。结果在欲求擦到肚脐眼的时候，醉到不省人事的公孙教授给你来了一巴掌，啪，毫不犹豫扇了回去。约定里提过不许打耳光。洗完后，用浴巾将他包洗抱到主卧，从兜里翻出工作手册，翻到公孙雅柔那一页。注意事项6，在睡前要带他说够10分钟的表白，每一条都需要严格执行。坐在床边地板上，翻开手机里的情话大全。我喜欢你，你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人，可是你却从来不在意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爱你，与你无关。你一天最多可以对我发无数次脾气。念足10分钟，伸伸懒腰，今天可算是过去了。关上灯后，轻声说道：“公孙教授，晚安。”而在关门后，公孙雅柔眉头忽然一皱，她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，是有人在对她表白吗？是萧凡？可是怎么突然不继续说了？像做噩梦似的攥紧被单，下一秒握住了一个毛茸茸的猫耳，眉头瞬间舒展。他握住了萧凡，萧凡在旁边陪着他呢，他一定会陪着他的。萧凡是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。这半年来是他过得最充实的半年，嘴角勾起一抹幸福笑容，沉沉进入好梦。另一边10点半，你的手机响了，电话接通，那头是一道温柔的声音：“晚上好。”即便对方看不到，也要坐直身体，翻开工作手册。冷若雪，女，年龄未知，患有严重失眠症。客户之3冷若雪是你在做陪聊兼职时认识的，这失眠情况极其严重。一次偶然试音后，发现只要听了你的声音，竟然会奇迹般睡到天亮。从那之后，两人在每周6日晚上都会进行语音，你负责念配音剧本。如果说公孙雅柔是大疯批，那么这个冷若雪就是个小变态，发的那些剧本都是能让人面红耳赤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一次3小时，1个小时1000块，这不是捡钱？让我看看今天的剧情。霸道总裁。乖小狗等急了。那头呼吸一滞，温柔的声音里夹杂着隐约的兴奋。没有等急，我愿意等你。是吗？小狗这么乖呀？那想要什么奖励呢？想要。很快到了凌晨1点半，你越飞越困。不是，这种剧本睡前不是只能让人肾上腺素疯狂分泌吗？这能催眠？冷若雪的声音是越来越兴奋，忽然呜了一声，很久都没有回话，过了足足1分钟，她的声音中都透露着烟足，慵懒说道：“我可以睡个好觉了，前些天一直都睡不着，钱我打过去了。这家伙除了有点变态之外，人还挺好的。”犹豫片刻后，你说道：“要不去看看医生怎么说的好吗？长期睡眠不足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。”话音刚落，那边的声音瞬间冰冷：“你说我有病？”你沉默了会儿，抱歉，祝你个好梦，明晚见，不准挂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们只是认识的时间长了点，你就想要去支持你的客户了吗？恃宠而骄要有个限度。你认真道歉，抱歉，不会再有下一次了，记住你的身份。好吧，对客户动恻隐之心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看了一眼时间，还剩半小时，还是不想欠你的。又在网上找了个病娇剧本，录完后给他发了过去，然后在沙发上沉沉睡了。与此同时，沿江大学教师公寓内，冷若雪猛地掀开被子，眼泪大个掉落，浑身发颤。混蛋！觉得我病，叫我看医生，终于不愿意装了是吗？其实你一直都觉得我的要求很恶心吧？
长期失眠，再加上你的话击入他最沉重的一击，他也想安安静静睡个好觉，吃药、中医、偏方，什么方法都用了，就是不起作用。可自从某次在网站上听了你的声音后，他浑身就像被酥麻的电流穿过，居然能好好睡觉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开发出了新的睡眠方法。他也试过别人的声音，但都不行。为了不让你觉得自己太恶心，他已经极力压抑到1周2次了。可是为什么我都这么克制了，依旧觉得我有病？手机响了，是肖凡吗？点开手机，却只发现是学生会的消息。会长，校领导要我们准备开始招生宣传了。我知道了，明天你组织人做一个出版的计划，早点睡觉，不要熬夜哦。他越想越气，把手机甩到一边，没良心的小混蛋。但翻来覆去也骂不出什么有新意的词，更憋屈了。冷若雪抿抿嘴唇，颤抖的手点开，下一秒眼睛都亮了起来，是小混蛋。点开新的音频文件，宝贝，你还想逃到哪去？好不听话呢！我正想打造一个笼子，把你关起来，让你只能……他的脸越来越红，原来他刚才一直是在录制这些音频嘛，好像错怪他了。第二天，公孙雅柔躲在被窝里，打开搜索引擎，包养的替身喜欢上我了怎么办？说实话，面对无数学术会议和棘手的实验，面不改色、稳如泰山的公孙教授这会儿宕机了。他确信做完那小子一定就是趁着他喝醉偷偷告白了，可搜索引擎给不了他答案，只能拨通自己闺蜜真明的电话。那个，要是有人暗恋你，真明马上懂了啊，你养的那个鸭子喜欢上你了。公孙雅柔愣了下，下意识反驳：“他不是那个，他只是生活困难。”呵，这么着急帮他澄清啊？看来那小子不是单相思，我就只说了一句他的不好，你就急了。公孙雅柔犹豫了下，昨天晚上我喝醉了，他在床边跟我告白了，说了很久。他以为我没听到，他说喜欢我，但是不敢说，还说他爱我，与我无关，不求回应。真没惊了，我去，果然是你，连干这种特殊职业的都抵挡不了你。公孙雅柔纠正道：“他不是做那种事的，我们没有发生过关系。”好，不过你玩玩可以，但别陷进去，最好多观察观察，看看他到底是真的还是装的。挂了。公孙雅柔从来都没有注意到你的举动，可现在回想一下，发现很多微妙的地方，比如为什么我口渴的时候能立刻把水递到我手边，是一直在观察我吧？他好爱我，为什么我骂他的时候，他眼神里会悲伤？这个年纪不可能演技这么好。他好爱我，为什么一直没有做过逾矩的动作？是因为喜欢是放肆，爱是克制吧？他好爱我。公孙雅柔念着念着，都没察觉到自己的嘴角多了抹笑容。算你眼光好。敲门声响起，公孙雅柔迅速整理头发，清着嗓子进来。房门打开，是你端着餐盘站在门口。公孙教授要吃早饭吗？瞥了一眼，全都是自己爱吃的。他果然爱我。你有些疑惑，这死疯批怎么不说话？他不说话，我也不能说话。神经病！等等，你灵光一闪，难道是因为昨晚喝酒喝多了嗓子痛？立刻转身走了。公孙雅柔表情一变，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想仗着自己的喜欢就恃宠而骄吗？可下一秒却见到你端了一杯温水重新出现。公孙教授，你昨晚喝了酒，现在嗓子是不是有点痛？我给你倒杯温水喝。眉头瞬间舒展，果然他好爱我。公孙雅柔打量你一眼，眸中鲜血流淌，他的嗓子并不痛，可自己不喝的话，萧凡心里会很难过的吧？想到这，接过水杯喝了起来。Yes， 你在心里给自己鼓掌，猜对了，太聪明了，这钱简直是活该我赚。就在这时，公孙雅柔嘶哈一下，突然觉得一边脸有点痛，难道是昨天晚上摔到脸了？你眼皮一跳，立马转移话题。公孙教授，今天的早餐符合您胃口吗？都是清淡好消化的，你昨晚喝的有点多，吃这些对胃比较好。他扫视桌上的早餐，他好爱我，知道我喝酒了，专门做了这些早餐。我不擅长做早餐，这些都是我去店里买的，应该很好吃。公孙雅柔点点头，他好爱我，专门跑早餐店给我买早餐，还担心我爱不爱吃。好，我会吃的。你暗暗松了口气，这死疯批真的是越来越不好伺候了。这个早餐到底这么费劲呐？幸好钱快存够了，等存够钱就立刻跑路。等到了晚上，一杯热牛奶放到他手边。公孙教授，快晚上了，喝点牛奶能安眠。热热的牛奶触动了他的心，眼眶有些发热。在他的人生里，所有人包括父母都在说你是天才，你是希望，你是让人骄傲的存在，压力真的很大。可现在这个一直被自己恶劣对待的男生却这么真心实意，他好爱我。一想到之前无数个日子抽在他身上的鞭子，有些愧疚。他以前很讨厌你的脸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他突然分清楚了，你跟那个婚约对象一点都不一样，比那个死婚约对象有品味又审美的多了。于是乎，大教授在脑海里完成了推理过程。萧凡喜欢自己，说明他是个审美正常的人；就是挨鞭子也爱自己，说明他对感情忠诚又专一；不敢当面告白，说明他因为自己替身的身份而感到自卑。没错，我应该对他宽容一点。虽然配不上自己，但他喜欢上自己并不是什么大错。